男人上山采药时，竟隐约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循着声音找过去，竟意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蝙蝠。他觉得蝙蝠很是可怜，于是便将其给带回了家。母亲得知后，同样很心疼蝙蝠，小心翼翼地为蝙蝠上药。殊不知，正是母子俩的这一善举，即将会改变今后的命运。春之婶告诉儿子文才，古人常说蝙蝠是很有福气的动物，它能来到我们家，看来咱们马上就要有福气了。同时也祝愿看完视频点亮小红心，并打出好运连连的家人们都能够心想事成，一顺百顺，全家平平安安的发大财。随后文才来到厨房，打算烧火做饭，没想到却发现自家米缸已经见底了。此时他不仅发起了牢骚，表示如果自己成了有钱人，肯定会拿出白米来救济穷人的。文才环顾四周，以为是自己幻听了，殊不知是笼子里的蝙蝠在说话。原来这只蝙蝠乃是修炼了500年的蝙蝠精，他发誓定要报答文才的救命之恩。于是他便施法，让文才家里的米缸冒出白米。隔天一早，母子俩看着满满当当的米缸，一头雾水。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偷偷的来给他们送大米。春之婶觉得，说不定是蝙蝠给他们带来的好运，他也想将这份福气分给那些贫困的村民们，让大家都能过个好年。就这样，母子俩开始挨家挨户的分发大米，村民们都十分感激他们母子。结果等到母子俩回到家后，发现米缸里的米竟莫名又多了许多。为了弄清这其中的真相，文才打算守在米缸旁，等到夜半时分，文才被一阵声音吵醒，回头一看，发现米缸正在源源不断的冒出大米。另一边米铺的徐老板正在发愁，好奇临近过年，为何没有人前来买米。此时伙计告诉他，说是文才最近在到处给人送米。徐老板听后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村里的大米全都被他一人收购了，这小子是从哪来的大米？随后他开始清点白米数量，果然发现少了几大袋子，于是他便带着人来到文才家里，将米缸里的米全部带走，甚至还打伤了春之婶。文才回到家后，就发现了晕倒的母亲。得知这一切后，他气冲冲的来找徐老板理论，不料却被徐老板的人打晕，随后更是又将文才抛弃在荒山野岭。怎料就在此时，被文才救下的蝙蝠竟不断的在文才身边围绕。那么文才是否能逢凶化吉呢？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接着讲。